我覺得在操作裡面，技術面是一種內在探索，技術面是一種接受，永遠不會有一個標準答案。隨着年紀跟你的資金量不一樣，你的抱賺的定義是什麼，就決定你要用哪一種技術，你可以承受多少回檔。有的人虧損 10% 就不舒服，幾次之後，那你就不要用抱賺風格了，因為心裡不舒服，操作不會長久。而基本面是對外在世界的探索跟理解，很複雜，但只要有累積，很快就感受到我們跟別人的差距。我覺得交易很好玩是在這裡，然後這是一輩子的事情。其實我是想選擇特斯拉的，我非常喜歡 Elon Musk 這樣的一個創業者，他的故事其實我了然於胸。為什麼選擇 NIO 呢？還是回到我的操作哲學。第一個，轉機股的獲利一定會比成長股大，當時的特斯拉是定位在成長股而不是轉機股。第二，技術面上，特斯拉雖然長期看起來很強，可是我的專長在中線這個趨勢上，我覺得 NIO 比較強。這代表什麼一件事情？特斯拉可能未來還是很強，可是它在短期的時間內，我的建倉的難度比較高。而 NIO 雖然看起來像崩盤的爛股票，可是它卻符合我短線的技術面的一個強勢。第一次進場就是一樣我的技術面告訴我該進場，因為這些綜合資訊，我覺得它可能要起來了。因為那時候其實特斯拉也很兇嘛，那我們都知道 NIO 作為一個電動車，它是被比喻為中國的特斯拉。我覺得不要把它想太複雜，中國的特斯拉這5個字就夠了。所以當特斯拉會起來的時候，我又相信中國政府是一個執行任何事情都會成功的一個國家，中國政府是有效率的，這個一定要尊重。所以當這個概念出現之後，技術面轉強，我馬上就進場。那時候應該是2塊多，2塊多進場也有漲到4塊，就是有漲到4塊，然後呢跌下來，停損出場，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進場就是在疫情的時候進場，疫情的時候，太嚴重了，全球股市都崩跌，那個時候 NIO 的價格一樣讓我出現了覺得技術面很可靠的一個上漲的情報。在想難不成是這一次嗎？因為其實對它的未來是毋庸置疑的，對它的未來的規劃我是從不懷疑的，只是時間點是什麼時候。所以上一次沒有出現，這一次技術面給我訊號，我又再度進場。跟剛開始一樣，我在2塊多進場，一樣技術面有強勢了，一樣漲到4塊，我沿路加碼。原則上跟第一次好像根本就是一模一樣的事情。覺得很多人那時候好像會問我說，這麼一模一樣的線圖，你不會害怕嗎？不是，因為一樣的東西我會重複做，再來10次我也是照做，因為我的技術分析就叫我做這樣的事情。大概2塊8的時候，2塊9的時候下第一筆吧。我想法是2塊8我可以見到2塊2啦，沒關係。見到2塊都沒關係，但我不會超過2成。那所以2塊8剛買進的時候，應該有跌到什麼2塊6啊，什麼2塊5啊，這樣10%幾%的跌幅。那做台股的人可能會覺得很多啦，但因為我下的部位太小，所以沒有關係，我正在分批。那還在那一陣的時候，它就上去了。上去的時候賺了30-40%。我跟你說，你任何一個標的賺了30幾%，你去加碼應該很安全啦，因為要回檔15% 才會跟你第一筆部位做打平的動作，更何況你還要留很多資金在外面所以我賺了幾10%以後，我就想到了，也依照我個人的操作哲學，我咬到這個機會，我想的是怎麼 all in， 安全的 all in， 然後脫離成本區，我只求這件事情而已。所以那時候大概在4塊5塊的時候，我慢慢把部位打進去，打到6塊，可能4-5成，我覺得買太少了。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，
股價噴出了，這個是一個抉擇點，就是上漲我的加碼是因為獲利拉開，所以我必須要把單子打進去進場。可是事實上，我的擅長的點在於回檔去買，回檔買進才是我厲害的地方。所以它一直噴出，我是只能被動的進場。所以從5塊、6塊、7塊一路噴到11塊，我加碼的空間其實很少，沒有回檔嘛，我就只好看着它，就這樣，它就是一個沒有辦法，我錢就進不去啊，那就這樣吧，少賺也是賺。而且我這樣講，股票市場有2個維度要評估，第一個是你賺到利潤，第二個是你賺到速度，賺到速度也很重要哦，不一定要賺到多大的幅度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我記得漲到16塊，有沒有再更多我不確定。16塊漲到翻過去了。那原本老實講，我原本預設的是應該會漲到20塊，它的估值是比較特斯拉的這樣子來辦理，16、17塊已經很接近20塊了，期望值好像快到了，可是到了要換誰呢？如果沒有怎麼辦呢？這個就是股市哲學的問題了。如果有人是期望值到了就出場不換標的，那個 OK， 但一定要知道你會失去待在場內的權利，你要不要？那我是看到獲利一定要加碼，我才不要離場，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，因為我不想離場。那還在看的時候，辦公室團隊在做研究的時候，就回檔了，從16塊跌到11塊，很多人興高采烈，一堆人興高采烈告訴我，他16塊有賣，14塊有賣，13塊有賣，對不對？13塊有賣，然後我到了11塊。那我當時只有跟大家講一件事情是，如果你會賣在16塊、13塊、14塊，那後面如果不小心拉起來就一定追不回来。但是我的個性是絕對不會干擾身邊的任何一個人的操作，絕對不會干擾，因為我覺得他有他的哲學，我有我的哲學，所以他的對錯跟我無關。我只有說我不會賣，買的時候過2-3天大家才知道，因為我不想讓人家被我影響。我記得那一天有一個類似那個大黑棒，什麼開高走低那種的，我最喜歡這種東西，超恐怖的。對，我一看到就直接進場了。但是因為正在跌，然後你也不知道它跌完了沒，所以心態上是分批一樣，我會往下建。我的想法很簡單，要麼往上建，要麼往下建，反正我就假定這個回檔持續性應該不會很大。然後大概從13塊買到12塊，買到11塊，打完之後，因為你全部的錢都在裡面，很可怕吧？對，趕快做功課，看你先前查到的資料對不對？看未來汽車到底還有什麼消息值得期待？看特斯拉，看什麼能看的資料全看了。很無聊，只能等絕對不會因為漲得很慢去做先賣出的動作，不會，因為它根本沒有跌。技術面上來講，只要沒有跌，我就是不會賣。買滿之後就往上走嘛，往上走就沒什麼好講了。後來就又漲到20塊了，又漲到20塊了。漲的時候有什麼難的？股票漲的時候不難，難在要狂做功課，因為或許20塊漲到30塊，或許我能找到別的產業漲50% 的幾率，或對它的信心是比 NIO 還要夠的，或許，但很可惜沒做到。就這可惜讓我從20塊又漲到30塊、40塊，這邊有個思考點的抉擇，到底是我找不到標的救了我，還是有沒有核心的一些操盤的精神救了我？我覺得是核心的操盤精神，叫做沒有跌就不要賣，叫做我們要相信這個世界上一定有比我們聰明很多的錢在市場，然後造成股價上漲。如果股價上漲，就不要輕易的賣出標的，如果要換股，也盡量不要一次全換，因為你的技術面一定不會100%準，基本面也不會100%準。NIO 技術面出現弱勢之後，我就整個分批從51塊清到44塊的樣子，好像是吧？反正就跌一點我就賣一點，跌一點我就賣一點。那時候還有我們的入门集訓，應該在52塊吧。我還叫大家舉手，有沒有人買的？然後我跟大家講，我今天絕對不會賣，是絕對哦。過了2個禮拜，我就賣了。
還是這樣子。技術面對我來講真的是所有的精華哦，因為我不是 Michael Burry， 我不是巴菲特，或者是大家認為很有智慧的類似查理芒格，我們只是一般投資人。我們只能假定這個世界上一大堆的金錢比我們想的還要聰明，他們造成的一些形態代表這些人對這些標的有共識，我只能相信這件事情去買進或賣出。在這樣子的看法還沒有出現以前，我都不會賣。可是當這樣子的看法出現以後，我就會想要賣。然後即便是我花了全部的人生在技術分析上，我也不會一出現這樣的訊號就賣光，因為我會看錯，會失誤。我覺得好的技術分析不會是一個點賣出是正確的，而是這一陣子賣出，回頭半年看是正確的。所以我本來就打算分個2個禮拜到1個月把它清光，只要價格變化不要那麼快速的話，所以我就在技術面弱勢的時候把它清掉，轉到 CCL， 那我就結束了這段操作。轉到 CCL 之後就精彩了，終於找到下一個 NIO。